大家好，我是文儿这是我的第一个视频，所以呢，先跟大家打个招呼跟大家介绍一下。现在大家看到的我呢，也不是平时的我的样子我刚生完小宝宝，然后刚出月子，所以整个人看起来有点膨胀但是呢，我现在也在非常积极的锻炼，比如每天弄一些什么瑜伽呀、塔巴塔呀、Pamela 呀，这些都在整，非常积极的在锻炼。所以呢，可能过2天大家能够看到我不那么膨胀的样子了吧？所以请拭目以待。那么接下来我就想跟大家说一下，为什么我要做这个视频其实呢也是兴趣和这个一个躁动的心吧。我觉得我一直对这个做自媒体很有兴趣可能跟我的一些经历也有关系。我原来在大学的时候是做这个广播台的台长，所以呢当时就是经常会做一些这个宣传呀、剪辑呀，包括就是做一些这个大型活动的主持，所以对这个和大家分享和大家沟通然后呢就是去交流这些很有自己的一些想法。然后再一个呢，就是给一些还在犹豫要不要做视频、做自媒体的小伙伴抛个砖引个玉，对吧？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做视频，就是也就这样吧，也没有那么的难，对吧？也没有那么的恐惧。然后再说一下为什么我现在开始做这个视频，主要可能就是一个原因打在这儿，懒。然后呢，我又是北京人，这个不是有一句老话说得好，这个不要跟北京人比懒因为我们懒得跟你比，对吧？而且这个大家知道前段时间非常火的那个什么葛优瘫嘛，当时出来以后我就看那个图片就特别不能 get 大家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那么好笑呢？为什么觉得这么轰动呢？这不我们全家人都这么做着吗？我最开始其实2-3年前吧，就已经在关注，然后做 YouTube 这个 channel做这个频道，做自媒体。我当时就非常想做，为什么呢？就主要可能是因为我所在的这个国家吧，对吧？要找一个外部原因，绝对不能承认是自己的原因因为我在这个加拿大生活，然后大家知道加拿大都众所周知的就是风光无限好，对吧？然后好山好水好无聊经常就是一个冬天有6个月，然后大家就宅在家里头当然很多肯定朋友问我说，哎，你怎么不去滑雪听说加拿大滑雪特别棒很多那个非常有名的山，大家都花很多钱去滑雪你这近水楼台，对吧？为什么不去其实我一直很想去但是呢，我同事呢，就是经常在11、2月份的时候呢，就非常的兴奋我们要去滑雪啦就是携家带口就是一家人非常兴奋的开着车去了。1周2周之后回来的时候，就经常看到他们胳膊只绷一个绷带，然后吊着，要不然就是杵着拐咔咔咔就进来了。我就想，我说这干嘛去了？这不是滑雪去了吗？怎么感觉就让人打劫了？然后呢，他们就会说，哎呀，你看我就是不小心，我就出了意外或者什么的。我就想这个事儿，这个真的是伤残率太高了，对吧？经常看到有人这样，尤其是这一到圣诞节前后就明显的就觉得这个街上这个就残疾人士多起来了。然后我就对这个事儿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我就不太想去冒这个险，对吧？并且平衡也不太好，而且这个惜命嘛，这个写在我们基因里的这个符号，对吧？所以大家就是我本人可能就真的不太适合去做这个运动，所以基本上冬天就在家里面宅过来，然后刷YouTube。到夏天呢，大家就说，哎，那你可以去爬山呀，你可以去登高望远呀，你可以去，对吧？就是叫什么hiking之类的。但是我真的就是一到夏天，我就发现各种邀约，对吧？大家各个家的后院烧烤走一圈，走一波。等走完一波这个烧烤之后，基本上也就结束了这边夏天也不是很长，所以就这样下来以后，发现还是真的是没有什么特别多的活动不像国内有各种的这个，对吧？旅游的地方什么或者是什么 KTV 或者暴露年龄了就是反正很多很好玩的东西层出不穷这边基本上就是比如我女儿很喜欢去的一个游乐场我们每年都会带她去去100次，然后这个明年再去第101次。那个再去的时候，你发现基本上所有的东西都一样，没有任何的变化去年有啥，今年还有啥；去年没啥，今年还没啥。所以真的没有什么新鲜感而且也非常不想去。但是小孩吧，他就对这个无所谓，所以我每年还是要去，还买年票。
当然就说到这儿，就是我想做 YouTube 这个，到现在这个已经好几年了如果再不做的话，真的就可能就不做了还是要给自己一个 push 吧。所以打算现在真的就是从现在开始，这个我第一期视频开始就要继续往下做下去，希望大家支持我呀。同样有这个懒癌的和这个拖延症的这个小伙伴们，请互相取暖的给我点个赞，然后这个留个言，对吧？转发鼓励一下。接下来呢，就说这个第二个原因，我现在要想做视频呢，就是其实是一个时机的问题嘛。时机呢，就是其实在英文里就是 timing 嘛。其实现在大家都知道有这个一个是全球的这个 timing 就是疫情嘛，然后包括我们个人的这个 timing，全球呢就是说从今年年初开始，基本上所有的这个像我跟我老公都已经开始 work from home 了，然后呢小孩也不用去上学，所以有大把的时间就是省在通勤啊，还有在公司和同事这个打屁啊，这个时间全都省下来，这个时间做什么？就是我觉得应该做一些思考。这些思考呢，就是我吧，比如说当然我这期间还生了一个娃，那这个期间呢，比如我用生孩子这段时间，包括坐月子这段时间，做了一个非常深入的一个思考，我究竟想做什么？我的兴趣点在哪儿？我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我能够为这个社会，为整个这个，比如说 community 做什么样的贡献？那我现在就再去践行这些我也想把这些记录下来，然后今后呢，就是分享给我的子女，希望他们能够通过看我的这些视频，知道原来妈妈原来曾经有过这些思考然后把这些思考，并且变成了实际的行动希望也能够鼓励他们吧。然后再一个就是我觉得中国有一句非常好的成语叫顺势而为我觉得人都应该这样。就是现在呢有一个这样的这个大的一个趋势，就是说现在每一个人都有这么一个机会有这个平台，有这个方式，有这个渠道去表达你想要表达的，去做你想要做的，去践行你感兴趣的一些想法。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趋势，是一个非常好的势能它能够就是真的赋能给我们每一个人。那我们每一个人也能够借助这个势能去把它发挥到极致所以我现在就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做这个视频的方式，去把这个势能去赋予在我的身上，也去赋予给更多看我视频的朋友们。那第三个原因呢，就是地利了。我现在生活在加拿大但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加拿大其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国家它真的是各个种族、各个文化、各个这个国家的一个人的大熔炉，大家都来到这个地方，然后产生的这些化学反应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就比如说吧，我的公司我的公司是一个硅谷的一个高科技的一个公司，在加拿大这边的一个分部，然后我们这边有很多的同事。这些同事真的是从各个国家不同的地方来到这个地方去打拼，所以呢，在我们办公室真的是每一个国家的人基本上都有一些，然后我们会进行一些平时交流比如说最简单就是在中午吃饭的时候，然后大家会把自己带的这个 lunch box 就是饭盒，然后呢拿到这个公共的区域里面，然后找一个很大的桌子，大家坐下来，把这个饭盒一打开，你就会发现哇真的是各个国家的美食的这个品析会品鉴每个人打开饭盒的时候都能够看到这个国家的一个饮食文化吧比如有的国家他喜欢吃的东西，他的烹饪方式然后真的很不同包括我自己，我有的时候经常打开饭盒，同时也吓一跳或者是需要很多的你知道解释这是什么，怎么好吃，然后大家还会 share， 就是放在一起你想不想尝尝你想不想尝尝，因为很感兴趣嘛，很有意思，然后呢你就会真的觉得哇这真的很有趣不是说这个有一句古话说什么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嘛。其实真的就是你到一个国家去，你可能花很多钱，经历很多波折，你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你也就是去一些有名的景点去打卡然后或者去当地的什么博物馆或者是一些地方去参观，但是其实你根本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了解当地的一些文化风土人情和一些甚至说就是他们的这个烹饪美食这些都是非常浅显的去了解。但是到了加拿大这个地方，你真的非常非常容易的就能够接触到这个国家最深层的一些思想和文化比如说我就举例刚才我说那个午餐的时间，像我们经常会坐在一起吃饭嘛，这一吃饭大家就要聊天
经常有的时候就会聊很久，然后每个人都说一些自己的对吧？国家发生的事儿啊、历史啊、政治啊、见闻啊、有趣的什么的，然后或者是家里头的一些，比如说孩子的教育啊、子女的一些这个对这个两个自己本身的国家的文化和加拿大文化的冲击的理解呀什么的，这些东西放在一起说，真的非常有趣，非常有意思。所以呢，就是我也觉得这些有意思的事儿也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知道，对吧？就我很希望在这里分享给大家并且呢，我觉得如果大家对这些有一些，就比如说我所在的领域或者我经历过的一些事情的一些疑问，也可以在这里进行一个探讨和交流沟通。因为这个我本身呢也是经历了就是3个国家嘛，我在3个不同的国家、3个不同的大洲都有学习生活的经验。本身我是北京人嘛，所以就是在北京，在中国那是我的根儿我在那儿学习成长，对吧？然后后来呢又去到了法国巴黎。在法国巴黎学习、工作、生活，也遇到了我现在的老公，然后结婚，生了我们的第1个宝宝。然后呢，并且我们在这个欧洲呢，这个很多的国家都游历了一番，也有很多每个国家都有一些朋友，然后大家也还有联系，大家还经常交流。然后呢，到这儿了以后呢，就是加拿大呢，也是我们在工作的时候也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和事儿当然这个其中呢，就是我觉得更多的有价值的东西是我们碰到的一些坎儿吧，包括我自己就是碰到的一些坎儿。我觉得人生不就是你在像游戏一样，在不断的遇到一些挑战，遇到一些坎儿陷阱，然后你去怎么去解决这个事儿就是或者说怎么去跨过这个坎儿，然后或者是你在没跨过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的一些感悟，你的一些总结的经验，这就叫在英文里叫 lesson 嘛，对，这些东西你把它总结出来以后，对你今后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至少在同样的地方你不会再跌倒第2次。那我也希望通过分享我人生当中就是这些坎儿和这些学到的 lesson， 帮助你们不要去尽量吧，就是不要去在这些地方摔倒。如果真正摔倒了，那我也想通过我自己的经验告诉大家怎么站起来，怎么下次再避免在这个同样的地方摔倒。然后呢，就是我也希望通过这个视频和这个频道跟大家做一个交流，就是如果大家有任何关于我或者是我的一些经历的问题，还有我的专业的问题希望大家都能够给我留言，然后呢把这些问题放在底下我会尽量呢做一些视频跟大家做一些讲解。比如说呢，就是像我原来在新东方当老师，就是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去新东方当英语老师所以呢，就是大家如果对英语学习有任何的疑问，大家都可以留言告诉我我也有很多的同事和好朋友现在还在从事这个英语的教学的这个职业和工作，所以他们当然现在很多都是非常有名的名师或者是某个机构的创始人，某个机构的高管。那我也非常就是希望你们把这些问题发给我之后，如果我解决不了，我能够邀请到他们来给你们进行这个解答这个就是给大家找一些这种免费的学习的机会吧。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的专业，像我从本科是学通信，然后研究生学的计算机，所以我是一个典型的工科女当然我知道很多学工科的女孩会有一些，比如说我曾经有过的一些困扰或者是疑惑比如说你在就是学习或者工作当中，你周围都是男生，对吧？你很难可能找到一个人这样跟你去进行一个交流，进行一个分享，对吧？我觉得在这方面我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帮助和建议包括求职方向，就是如果大家在学习之后有一些非常迷惘或者迷茫的时候，希望有人能够帮你去看看你在哪方面就是更适合哪方面的职业，这个方向我也可以帮助大家我在这个科技互联网这方面从业也超过10年，然后呢我现在是产品经理的职位所以呢但是我还是有很多的这些经验和一些同事的经验来分享给你们。然后呢，包括现在其实疫情期间嘛，我知道很多的留学生其实也遇到了问题，就是你们可能的第一选择是美国，但是美国可能现在正在经历一些比较难的这个时候，大家去美国不那么容易了。那 Trump 可能也在就是用各种方式去阻止大家去美国所以我还是就是
因为我本身是在法国巴黎留学，然后也在那边认识很多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感兴趣想去欧洲留学也可以来发这个留言来告诉我，我会帮助大家去解答一些问题比如说什么哪个国家比较好啊，或者是在法国巴黎留学的一些经验。就是最后呢，当然就是现在我所在的地方就是加拿大，加拿大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国家。我们现在也是疫情越来越轻了，现在每天大概也就是几十例增长这样子。我觉得加拿大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国家，我非常喜欢这里，我非常推荐。所以如果大家有对加拿大留学或者是移民什么的这些的问题，也可以发comments在底下，然后留言告诉我我也可以进行一些分享和回复。当然最后呢，就是我的本职产品我是一个产品人，我现在呢也虽然在就是休产假，但是我也非常关注这个互联网，然后大数据、人工智能方向的这些新的这个动态一些新的产品，所以如果有这方面兴趣的同行们，或者是这个刚毕业的学生什么的，你们有任何的问题，或者想跟我交流，或者是想跟我分享一些自己的一些对行业的见解，也非常欢迎来给我留言，然后咱们可以进行一个交流。当然如果你要是人在加拿大的话呢，我还可以就比如说我自己本身的公司也在招人，然后我有很多的朋友在各个公司也做一些管理和招聘的工作，所以我也可以进行一些内推就是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就我希望通过我的视频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帮助，能够帮助更多的人。如果你有什么就是这方面我刚才提到的那些，或者是生活方面的，比如我也是2个孩子的妈妈我对这个幼儿教育还有一些比如说在生活上面跟孩子的相处之道，我也有一些自己的这些心得，所以有任何的这些问题都可以留言这为我今后做视频的这个素材提供一些帮助吧。所以呢，谢谢大家。最后呢，也是希望大家呢，在2020年这个非常艰难的一年里头，能够身体健康一切顺遂，最重要就是恭喜发财。